情况现在怎么样？早已查就过来了。你就是田福娟，你凭啥听我男人的旨？他没日没夜的工作，从来不抱怨啥，你就欺负他人老实，拿他当枪使。求求你，你让他工作，不工作他就得寻死。放过他行吗？好，放下。我求你放过他行吗？不要在这胡闹，这像什么样子？像什么样子？你冯世快给他不是死对头吗？怎么一变脸穿成一条裤子了？你冷静点好吧，我先去看看。不行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成何体统？一个党员干部受人一点委屈，就不是个合格的党员干部。别说你局长啊，不是他这脆弱，他要真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还得给搭进去啊。我知道。啊，你。我是田福军。我是石忠。石书记，这么晚了你还打电话，有事吗？有人把你告了。告我什么？你干了什么就告什么，差点闹出人命。石书记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处理的不够慎重，有问题。高峰高副书记现在正在做安抚工作。福军，不要被这当头棒喝吓着啊！我只叮嘱你一句：工作要做，还要注意方式方法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。由于我工作的疏忽，导致农业局局长喝农药自杀。虽然是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。我请求组织给我行政警告处分，大家发表一下意见。沉默就是默认了啊。我不能同意田专员的意见。田专员刚上任，如果受到处分，那么以后的工作还如何开展？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的干部如果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问题，还敢不敢去管理？如果出现一点差错，就要受到处分，这样会打击我们干部的工作积极性。不要一概而论嘛，毕竟是差一点出了人命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是站在田福军同志一边的。一个局长用喝农药的方式来向组织和领导表达意见，这本身就不符合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觉悟。田福军同志高风亮节，自请处分，我同意。同时，我建议撤销农业局长的职务。峰哥，这个建议还是由我来提请啊，你不要把这个矛盾往一边引。苗书记不在，我替你顶一顶是应该的。客观上，我和你的工作思路不同，但是在主观上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有责任维护这个班子的团结。好，同意给田福军同志行政警告处分的，举下手。同意撤销农业局局长职务的，举下手。好，会议就到这儿。我喜欢开短会，散会。哎，对了，另外咱们行署要搞生产责任制试点，县农业局现在正在牵头制定方案，因为只是试点，方案还没有，所以没有必要提醒各位常委进行讨论研究。等方案拿出来了，试点进行了，我们再提醒各位常委研究讨论。就这，散会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不站在田福军同志一边。农业生产责任制，这是影响全局的大事，咱得有了结果再研究。高书记你刚才不是找我调查杜正贤的事情？好，我配合你。我也配合调查。
这个问题啊，我会提请常委会研究。常委会不通过，我就提请党委会研究。党委会要不通过，我就提请党代会研究。田专员是在帮助你转变观念呢。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。上边已经要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。感谢党。这大坝落成后，我出了个主意，在坝面上用镢头雕刻2句毛主席的诗词：“高峡出平湖，神女应无恙。”可现在，这烂坝的两边上只剩下“高峡无恙”4个字。哎，我最近听你读报纸，咋不见说这个大寨的事情？哎，就是，咋就不提了？我问你呢。现在报纸上一点消息也没有，可能是犯错误。报纸上没有，我咋念给你听吧？有消息说，3月份西阳县委公开在报纸上做了检查，公社徐主公也说，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撤销了。咋这大寨也不让学了？哎呀，这还真像是田儿活着时候说过那个话。时势要变呀，真的，我看这时势要变呀。最让人想不通的是啊，一再强调这个生产队的自主权。哎，那公社和村里的领导还有这个权呢，我们还工作室呢，一切都让生产队说了算了吗？哎，我是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。最近《华元报》连续发了5篇社论，反对搞生产责任制，这个我念给你听过。有说对的，有说错的，那到底是对是错，我真搞不懂。我跟你说啊，以我的经验，这搞这个生产责任制啊，就是一些人在胡闹呢，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可纠正呀。哎，有些人就要犯路线性的错误了，你看过不了半年就变过来。我相信。可我听说，这是福军哥到地区当专员后，他提倡搞的。哎，我那个兄弟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胡球烧上一通，迟早犯错误。大叔，哎呀，二爸，我刚才去村支委就寻你们就不见人，我一想，你俩又不能在地里干活，那肯定是在这趟拉话吧？啊，你有什么事了？是这啊。我听说现在上面推行生产责任制，可以搞家庭联产承包，啊，包干到户，包产到户，你们知道不？没有这事。啊？对，没有这事。哎，公社副主任革命说有这个事。哎呀，刘革命个毛头小伙子刚当上副主任，他的话你能信呢？不能信。哎，去年你就私分土地，叫人批判着呢，你咋还想这事情呢？这去年和今年不一样。哎，副堂说那我不想这个事，我想什么啊？你再不要想了，再把你批上一回，我这脸上没有光，家里还受牵连呢。哎呀，二爸你不要怕啊，我现在就到公社再问一下，要是真有这个红头文件，我就拿过来给你们看。哦，哎，那红头文件发也是发到我直属的手里，还能发到你小队队长手里呢？呀，副堂说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们不是在这拉话吗？我去就说是替副堂叔取这个文件，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二爸，你替我给秀莲捎个话，晚上不要等我吃饭哦。哎，我刚才上来的时候感觉起风了，你们赶紧回吧。哦。徐主任，又掉链子了。哎呀，你看这路坑坑洼洼的，不好走得很嘞。你这次要去哪趟呀？就是去你们村儿。哎，是不是上面下来10把文件了？你咋知道的？这是要搞生产责任制了？哎呦喂，我说少安，你可真是神嘞，未卜先知。哎呀，我哪有这个能耐嘛？哎呀，徐主任，我是看了报纸了，革命也跟我说了一嘴这个事，
我还想去公社再问一下嘞。少安，你是同意搞生产责任制吧？那我当然同意，我是100个同意吧。哎呀，徐主任，我帮你等。这要是搞了生产责任制，那自己家给自己干活，那肯定是认真的很啊。那你就把文件给我上给副堂叔吧。精神倒是有，就是没文件，上面要求口头传达。少安，你知道这口头传达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啊，就是口对口。那不是亲嘴吗？你娃娃还知道亲嘴啊？这事啊，还得我亲自传达。你烧口信没用。公社确定在你们村搞试点，我还要到你们村蹲点呢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哎，好了，来，哎呀，我骑车带着你去啊，你还省点力气。哎，好，我带着你去找副堂叔口对口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你上来。哎，走走走，来了啊！哎呀，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副堂叔，徐主任来了，来传达红头文件了。副堂叔，副堂叔，哎呀，徐主任来了，慢点，慢点。这腿怎么回事呀？我骑车拖着他摔了一跤啊！哎呀，不小心，别住了。徐主任，这次咱村里有什么指示？生产责任制吧，我刚才跟你们说的对着呢。人徐主任这次来就是要和副堂叔口对口。什么叫口对口？这是地委安排推广的，全公社各村都派人下去了。你们少水村是公社的试点村，派我来蹲点，还显得我这个副主任重要吗？是。啊，徐主任，哎，这个事情真要搞呢，真要搞的话，你把我这个字数换了，我是搞不成。双水村这个集体是我一手弄起来的啊！现在我能让他回到我自己手里了？哎，徐主任，副堂叔咋这样说话了？哎，副堂，你这是说啥呢？这个双水村离开了你，哪能转得动啊？这个县上有精神，这个责任制不是硬性的，可以搞可以不搞嘛？啊，怎么搞你们自己定。哎，徐主任。你咋这样说话了？啊，徐主任，你还是给我们准备一个指示好不好？对，徐主任，要是有文件的话呀，那不照着文件执行也行吧？哦，二爸，口头文件不算是文件？徐主任口渴，把水给他。哎，少安，我们这村里的干部跟公社干部在谈话呢嘛，你这插什么嘴呢？是这样，副堂叔，你是没有看到。咱们双水村嫁出去20多个姑娘，娶回来3个，为啥？都嫌我们村穷，不敢嫁到我们村来。这光棍汉一大堆，你让人咋办？你不替人家想啊？反正你们要是不搞，我们一队自己搞。哦，都搞生产责任制了，这大队领导谁去啊？对啊，地都分到个人手里以后，村里这几个干部的工分谁来计呢？对。以后大队的福利还有没有了？对，什么老人病了、娃娃上学的事情还有没有人管了？对，不是那生产责任，还有责任2个字了。大队和小队还是存在的嘛，就是原来是大队出钱，现在是家户出钱，是一个样了啊。家户出钱，你这跟啥他们是一样的？哎呀，徐主任，你看你还是给拿个准主意吧。这事儿啊，由你们大队自己定。大队的事儿我不插手。那我们要是不搞呢？不搞就不搞嘛。哎，徐主任，那晚搞不如早搞啊。好了，这县上的指示精神我已经传达完了啊，我还要在这蹲几天。你们找个地儿把我安排下来，我到外边山上去看有没有山鸡。哈哈，今天晚上就在你这里焖山鸡吃。徐主任，这个生产责任制搞不搞还没有说清楚。搞？怎么搞？啊？我不能逼着他搞啊！公社刚开了农业学大战瞎指挥的批评会，说我瞎指挥，我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啊！我是有政治前途的人，跟你爸爸不一样。徐主任他不懂啊，
你3级打回来，让个婆姨给你炖啊。好，到时候算你一份。天黑鸡不好寻，拿上手电筒。哎，我带着有手电筒的，操心责任制吧啊！哦，徐主任，哎呀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有我。少安，你保护好徐主任，一起帮着巡3级啊！以前那个瞎指挥，现在那个不指挥，瞎指挥变成不指挥了。不指挥也好，省得干扰我们的工作。就怕中间回来再乱指挥。乱指挥我也不怕。哦，对了，这高责任制这是个大事情，不能让大家说我不民主，要不然咱马上开个执委会。对呀。对。各执委注意了，大队执委们注意了，马上到大队部开执委会，马上到大队部开执委会。哎呀，这个侄子娃娃怎么乱叫唤？都想摔了他，说话都不顺心。我回来了。你来干啥？你回来干啥？我要求练习执委会。你练习什么执委会？你连党员都不是，你练习什么？走。哎，我要参加这个执委会了。这个生产责任制，哎呀，你出去！别捣乱！你出去！传统你搞生产责任制吗？你这又不是个党员，你在这干什呀？走，快回去！娃娃简直是……离我远点！上岸！哎，海南，就我，今天开会的议题就是讨论要不要搞这个生产责任制。你们两个支持我啊，举手通过。你放心，听说上边通知都下来了，既然上边有精神，当然可以干。哎，好。我本人肯定同意，但是他们不同意，我也不能同意。那你这叫啥态度吧，军务？肯定通过不了了。你放心，我跟他们说。啊，我能放心的了。哎，军啥叔？哎呀，你来了！哎，少安，你在这干什么？我在这等着开会的结果了。结果啊？我这个副支书都不知道今天开会是什么议题，还结果呢？我知道是嘛议题啊，军啥叔？就是讨论要不要搞这个生产责任制。那是好事嘛，只要田福堂说搞那就搞啊，还开个什么会？没有放话呀。都忙着干什么？啊，有话就说，没话就散会。哎，海边，你是主张分田单干是吧？我没有说我主张啊，上边派徐志功下来落实生产责任制，就说明是上边想搞。上面想搞？红头文件呢？啊，你让他徐志功把文件拿出来。没有文件不代表就不是上级的精神嘛？那徐志功就是活文件嘛。据我说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搞啥责任制嘛？我们金家湾不搞。据我说，中央都发出通知了，把这个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摘掉了。你们现在跟贫下中农那是平起平坐，你们的子女入学参军、招工招干、入党入团，都不受影响。谁敢打这个包票啊？军武说的有道理啊，这个搞责任制呀，没有红头文件它是不合法的，它这不是一个响当当的政策，说不定呀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，走资派捣乱的。我问你，公社是不是执行县上的精神？县上是不是执行地区的精神？福堂叔的弟弟田福军现在是地区的行署专员，那你的意思是，田专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？我说田专员是走资派吗？啊？哎呀，没准还有省里有走资派。哎呀，你们两个都不要争了。依我看，还不如让田支书亲自跑一趟黄原，问问田专员，跟他讨个主意。
夫君刚到地区，那么多大事都处理不完的，那顾上双水村这点屁事？我看，要不把社员们召集起来，集体讨论到底是干还是不干，让他们七嘴八舌的吵吵半天，那要我们这些领导干什么？福堂，你是直属，你排班，你说搞咱们就搞，你说不搞咱们就不搞。你们大家的意见我都知道了。玉婷同志是坚决反对搞生产责任制，海明呢主要是观望上级的态度。关于这个集体生产还是生产责任制这个问题，我还是支持集体生产。所以我们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，咋你们看？要干什呀？啊！我们这开居委会就喊上了你们。哎呀，副堂支书，你们研究出个自贸应酬没有吗？我跟你们大家说，我们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，不搞。谁要是搞，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。我们要单干。谁？刚才谁说的？站出来！说，少安，我就知道是你在这捣乱。是这啊，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，你不能把大家的嘴给封上吧？你就算把嘴封上了，万一憋出个屁来，你管得住？严肃点！你们都想单干？对。二八，子叔说的对。感谢党，人民公社好，生产队是基础。那毛主席让我们过好日子，也没有让我们过穷日子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要单干的话，人民公社也不要了。哎呀，副堂支书，我们要填饱肚子嘛，我们要单干。单干！静一下，静一下，听我说一句话啊。你想一下，副堂叔，现在为什么农民不爱自己的土地了？自己家的土地为什么种不出好庄稼了？这老辈人说，刚解放土改分田到户的时候，家里死了一头牛，全家人哭天抹泪啊，伤心的几天都吃不下饭去。你现在呢？队里死了一头牛，大家欢天喜地的等着放牛肉吃，这叫什么呀？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哎，玉红，你来的刚好，你赶紧把少安给我带走，我们这开自委会呢。少安，你要不把枷锁散了，你是不甘心的。跟我回去，我在这跟穷做斗争呢，你跟我一起斗，斗个屁！斗来斗去，最后斗的是你自己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啊！于浩说，少安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嘛。好球，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去年你挨斗的时候，我还怕你自杀嘞。走，这个不能走，还没讨论出结果呢。少安，就算我求你了，你是我爸，可是你儿，你跟我回家去。干什么爸？这不都是穷子逼出来的吗？回家，走，这不能走吧？这不走。副堂长，今天这情况，该不该向上头反映一下？向谁反映了？公社态度不清楚，县上态度也不清楚。向地区反映呀，向你弟我夫君哥反映。哦，对着了。那是这，我给你开个介绍信，你就到地区找夫君，你把我的话带给他。如果这个事情是夫君倡导的，让他赶紧回头；要是别人倡导的，他撑不住了，让他把这个事情赶紧向中央反映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这儿不让进。哦，我找田专员的。去传达室登记一下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
找谁？哦，我找田专员，我给田专员反映一下情况。你是干啥的？我和田专员呀是一个村的，我叫孙玉婷，我是我们村执委的委员，我还是我们村评管会的主任。来上访的人都说和领导是一个村的。上访？什么是上访？上访你都不知道？哦。那有啥能证明你跟田专员是一个村？哦。我有我们村支部开的这个介绍信啊，我们村支书田福堂是田专员的哥，亲哥。你看这个名字啊，福堂福军啊。那等一下，我打电话传达一下。哦。福堂哥让我跟你说，自从地区发了一个推行责任制的口头通知之后，村里简直就是乱套了。他已经都快顶不住了，他让你抽空回去也看一看。就在昨天，少安带着一大帮村民围攻村执委，逼迫执委们同意搞责任制，要单干的。往严重的说，这就是反革命事件，是要坐大牢的。少安是我侄子，我是他二爸，可是我们政见不同。政见不同？是这，我是坚持搞社会主义的，少安是积极的搞资本主义。那我哥啥意思？福堂哥那是完全赞同搞社会主义的。哦，整个双水村呀，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们兄弟两个。以福军哥就不用说了，就说福堂哥，合作化时期入的党，被提拔为村支书啊。57年怕农民跟着右派跑，他是把合作化搞得是有声有色。58年那阵儿，为了这个农民们明天早上就能过上共产主义生活，他是带着全村的男女老少，连夜拔锅挖灶，吃大锅饭。65年搞事情，全公社的干部、队长、会计都一竿子打光了，就剩下双水村支书田福堂哥没有事。文化大革命，一批又一批的干部倒台，大批粗大干、想大的、干大的，割资本主义尾巴。福堂哥没有那么干，他是一心想着怎么填饱人的肚子。那俺哥的心还是好的吧？都是乡里乡亲的，皮哥了咋领导了？可现在村里却有人说，福堂哥老了，该让位了。那咋进入80年代，福堂哥就要倒台呢？这个是个历史规律啊，谁都不可能在台上长久的待着。可福堂哥不老，才50多岁。最让我想不通的是，少安他们都是贫下中农成分，闹就闹吧。可金家湾一队的那个地主富农们也蠢蠢欲动，去年才给他们地富子弟平分，这我都能理解，这是党对他们的宽大。可今年他们都翘尾巴了，瞧不起咱们平下中农。如果是真是单干，分成1家1户，他们岂不要上天了吗？连福堂哥的话都不听，福堂哥不成了光杆司令了吗？公社徐副主任来村里蹲点，说的是想搞也搞，不想搞也行，但也还是个口头通知，连个文件也没有。我看这政策有问题了。福堂哥说：“你权大，让你给中央反映一下我们平下中农的心声。”这个政策就是我定的。那福堂哥说：“要是你定的，他让你赶快回头，他是怕你出事儿呢。”福军哥，你咋能定下这糊涂政策的嘛？你们兄弟两个应该是站在同一条路线上的人嘛。我出啥事情啊？你回去跟我哥说啊，要让他把他这个思想观念要变一变啊。搞生产责任制的问题，他不想搞，我不会因为他是我哥我就强迫他。但是人家少安要搞的话，他不能拦着人家。这个政策是给全地区统一制定的，
不想搞生产责任制的人，我们不强迫；要搞的人，谁都不能拦着。真是这样？不用等到下半年，春播过后，你看庄稼的长势，我相信大多数人一定会明白，还是生产责任制好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嘴上说了不算嘛，看庄稼壮势嘛，啊，看时间。哎，雨婷啊，你看我这忙得很，不能再多陪你了。是这啊，我一会儿让我的秘书带你上城里转一下，好不容易来一趟啊。不了，福军哥，我得马上回去向福堂哥传达你的指示精神。哎，小白啊，来了，你待会儿带他上城里转一转，用这点钱给我哥买点东西，让他带回去。另外啊，他是来反映生产队责任制的情况，算是公事。你把我趁他送到车站，也不算违规。好，那就这。好，福军哥，好，那我走了啊。这儿不能进。怎么越出哪进？到传达室登记。哦，谢谢啊。我二爸找你干啥？他是来反映啊，责任制是资本主义的问题。呀，父亲叔，我这次来就是想让你讨个准话呢。啥话？搞生产责任制让农民单干，是不是真的呀？是真的。那我把地和田分了，不会批斗我？不会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就是要你这个话，我走了。哎，不急不急，坐下。哦，干啥呀？弄得我们鸡翅忙花的啊！高兴了。你二爸呀，就是来向我反映村里的情况的。哦啊，什么情况我都很清楚。这种情况不单是双水村有，其他的地方也有。你放心，父亲叔，对付我们村这些顽固派，我是有绝招的。什么绝招？这村里就讲个口说无凭，村里的干部就看着上头发下来那个红头文件，我看干脆给这个地方也发个红头文件，就说是让搞生产责任制，不就行了吗？你放心，少安，这个红头文件很快就会发下来。那你是让我等这个红头文件？不用。现在不是搞试点吗？全地区、全县、全公省都在搞试点，啊，就是为了加快步伐。你现在搞没有错，我哥啊跟你二爸拦着也没有用，农民赞成就行。那农民肯定是赞成，都高兴得很。你放心吧，父亲叔，我肯定把这个生产责任好好给你搞起来。我走了。哎呀，坐。又咋了吧，父亲叔？尚安，润爷爷在黄原，你想不想见见他？我知道他调到黄原工作了，我知道。你跟润爷虽然没有结成伴侣，但还是朋友嘛。我看着润爷啊，整天心里不高兴，心疼得很，就当是安慰他一下。我想安排你在招待所住下来，我让润爷去找你。我咋我的话你不听？我听。二爸，老二妈今天值班，让我过来给你做饭。你做一个菜就行了。那哪够啊？我做2个。哎呀，你不在家吃？咋？让我去食堂吃啊？你猜猜谁来了？谁？你猜一下嘛。二爸，啊，就不要卖关子了嘛。是谁来了？快说。少安来了。
孙少安，你去找台塑，把他叫出来，你俩上街上寻个馆子，一块吃顿饭。他来黄原干啥？他是来向我反映生产责任制的问题，是我硬把他留下的。我想让你俩见个面。我不去了。我去了还能说啥呀？日野，就算是朋友，一块见个面聊聊天也是可以的嘛。你要是觉得不合适，你可以把你的朋友独立的叫上。我没有那么封建。要不然我去。去吧，就算是见个面，我也希望你高兴。走。此刻，少安也说不出他心里是什么滋味。自从润叶结婚后，他只是偶尔从旁人那里得知润叶的消息，知道他过得并不幸福。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条件因素的限制，少安也只能把对润叶的关心和祝福深藏在心底。久而久之，他也就很少再想起这个曾经爱过他的人。服务员，送水。当然，他永远也无法把润叶从心里拿掉，因为那时的岁月不仅代表着他整整一段生活的历史，也让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带上了些许浪漫的情思。而这次的久别重逢，又再次勾起了少安内心的万千思绪。润叶，少安哥，进来吧。润叶，你坐吧。少安哥，我要给你倒水。哦，来，过来。少安哥，你不忙？哎，过来。好啊，凉凉再喝。要不要吃饭吧？我出去请你吃个饭。那原来来这都是你请我，今天我就是把包里这个钱花干净，我也要请你吃一顿。少安哥，留着下次请吧。下次我也请，这次也是我请。就在这儿吃吧，我都带来了。又变成是你请了。你这回来能待几天啊？我明天一早就回来了。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咋不多玩2天呢？我要回去搞生产责任制。哎，那我爸要是不同意咋办呢？你别把他气出个好歹来。其实他这个人吧，就是脾气大一点，只要你不跟他顶牛，偷偷的干，他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路灯下的身影，
勾起了少安曾经和润叶在东拉河畔并肩而走的回忆。而现如今，生活已使他们天各一方。但不论怎样，他仍在内心深深地感谢润叶。他给他们像土块一样平凡的一生留下了太阳般光辉的一页。da ba da ba